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2月28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2月2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58.35，收盘价是261.44，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63.34，最低价是在257.52。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063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22 倍量增。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上行走势在增强。MACD 也是双线继续上行，开口略有增大，在0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在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2月2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横盘后的突破中。那么这个突破啊，我们指的是突破了前高，也就是12月2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 259.84。那突破了这个高点之后呢，目前股价是继续出现头高，那么也就是继续目前的这样一个多头的趋势。好，那我们再来看成交量，价涨量增，然后各项指标都是指向上，那么这些都说明股价是要继续上涨的，或者我们会把它称为是继续上涨的信号。但是呢，我们也关注到这根小的 K 线呢，上影线是略长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回档。那股价，要想保持这样一个上行的走势，或者确认这样一个上行的走势呢，那么，在接下来一根 K 线如果继续出现新高，然后呢，或者甚至是收盘价能够站上前高，那么股价将会维持这样的一个上行的趋势。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2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是2个可能，一个是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收盘价会在248；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继续上涨，收盘价会在259附近。对，实际在12月27日收盘价是在261.44，出现了继续上涨。那我们预测的上涨和实际的发生的上涨啊，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是较多的，但是呢，它们的本质相同，就是都是站上了前高，并且呢是突破了12月20日的这根 K 线，但是我们预测是159是没有突破它的，但是至少会出现新高。对，我们指的是最高点。好，那这样一来呢，会继续出现头高底高的一个多头趋势。那我们刚刚在 K 线信息解读说价涨量增，各项指标都是指向股价会是继续上涨的信号，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那股价的上行，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的收盘价已经站上了我们原来设定的第一个目标是260，所以我们把它先去除。那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上方的第一个目标将是10月10日的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69，我们变换一下颜色。
它将是目前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那我们也会看到，如果能够站上它，也就是收复自2023年10月10日，到10月31日这样一波的下跌。对，好，那么269如果能够被站上的话，那我们说接下来的第二个目标就是279。那279如果能够再被站上第二个目标，那当然接下来就是300关口。我们再把这条水平线加回来。好，这是第3个目标。我们继续把图缩小来看，如果股价这一波上行最终能够站上300关口啊，那实际上也就是将会继续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我们会看到现在上方有头高，下方呢有底高。虽然在这个地方是一个空头趋势，但是如果我们从1月6号开始看，目前还是一个长期的多头。那长期的多头股价要想继续这样一个多头趋势，一定是要站上300关口的。当然，如果站上300关口呢，那我们说股价的再继续上行，一定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那其他的几个高点呢，它仅仅是压力位。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我们再重复一下，上行的3个目标分别是269、279和300关口。好，那其中我们说如果股价继续上行啊，我们还要给出一个压力位，就是虽然现在股价已经站上了这个特斯拉这个日 K 线图当中，或者说是由历史最高和接下来2个高点建立的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现在已经突破了。但是呢，我们还需要一个交易日的 K 线来确认。如果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是继续在它的上方运行呢，那么我们应该才可以去从日 K 线图当中才可以去确认它。好。那目前股价上行的压力，我们依然认为是这条下行趋势线，因为一旦出现回档呢，或者反转向下，股价回来之后，它依然是一个压力。对，好，或者换句话说，现在只是一个单日的突破，我们需要接下来一根 K 线去确认，如果不被确认，这条下行趋势线依然是压力，虽然它在目前股价的下方。好，那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的一个说明。或者再啰嗦一句，就是说只有股价目前的走势一旦确认站上这条下行趋势线，那么股价是很容易继续上涨到达300关口的，这是我们的判断，从 K 线技术上的判断。好，那我们再来看下行。股价目前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47。对于这样一个自12月13日以来的短期多头趋势，247是前低。那跌破这个位置，就是要瓦解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然后呢，247如果被跌破呢，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228。228被跌破之后，真正的目标是194、206仅仅是支撑位。所以这是股价下行的4个目标：247、228、206和194。好，那股价我们会看到如果出现了回档或者反转向下，那下方各条均线值是支撑，其中20日均线值在12月28日会到达247，会到达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将会成为目前股价的一个强支撑。强支撑不代表不会被跌破，强支撑
或者强压力，它都是重要的标志。一旦突破它呢，会使股价的走向发生标志性的变化。对，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和下行。那对于12月28日盘中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 K 线的最低。那之前我们给出12月27日的盘中的观察位是关注前一日 K 线的最低252这个位置。那股价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当然会一直上涨。那对于12月28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小绿 K 线的最低是257.5，就是股价只要在盘中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那么股价会继续上行，或至少会出现横盘。但是，一旦股价在它的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好，我们延伸说明一下，对于目前的这样一个走势，我们只是从对于看K 线图的感觉来说，股价会有一个冲高，对，也就是很有可能会继续出现一个高点，然后再回档，对，或者说是直接反转向下。好，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我们再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有一个多头仓位，45%的多头仓位，成本价是在239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我们之前给出的停利一直是守5均，止损是守20均。那目前的股价是在它们的上方，不存在停利和止损。那到了12月27日，这个出现这样一个突破的 K 线，价涨，量增，然后站上前高。那在这个收盘的位置，我们是要给出，叫做加仓的建议的。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加仓5%，加仓5%之后，我们的这个多头仓位将会达到50%的仓位。那我们测算成本是在由原来的239上升到了242。对，好，那我们为什么不继续加仓10%而到5%呢？那我们在技术上的操作规律当中呢，通常我们是以半仓操作，也就是以50%，我们就叫全仓。对，那加5%的目的是我们先要达到全仓，对。然后全仓之后呢，通常我们这样的一个一路加仓上来，如果能够加到全仓，说明这个仓位已经是一个盈利的位置了。对，所以说呢，我们先把目前股价这样的一个走势先加到全仓，在股价站稳之后，确认继续上行之后，我们再继续考虑以10%或者20%的方式去加到满仓。对，好，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说叫继续加仓呢？以现在股价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呢，我们会关注269。如果股价能够一路向上，当然在这期间也是也要如果指标允许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小仓去加入的。但是到股价能够站上269之后，那么我们就是会根据情况去继续一个大幅度的加仓，因为加到全仓已经盈利，下方我们是有护城河的。对，好，那到目前也就是12月27日收盘之后，我们目前的多头仓位已经加到了全仓，也就是资金量的50%。那我们的目标现在这个的目标就是300。对，
好，那么我们要给出停利的位置，就是守5日均线值。对于12月28日停利，我们守255，然后止损我们依然守20日均线值，我们守247。好，这是对于这个多头仓位的描述。那么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在12月28日开盘之后，即会有空头的力量进入，因为在前一日 K 线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对上影线略长。那空头要守的位置，目前是从前高263到上方的269。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那他们的目标就是目前的247，和继续将股价拉回到这条趋势线的下方。对于12月28日来说，是在257附近。好，那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描述。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2月2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第一个压力位是前高263，第二个压力位是269，第三个压力位是279。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55到258之间。然后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253到255。虽然它们的在数值上的整数是连续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把它们分开。好，第三个支撑我们认为就是247。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也在它的附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2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上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60，最高上方会到达267，然后收盘会收在265附近。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6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上涨。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或者是反转向下，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如果出现回档，它将是一个低开盘，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上方会到达264，下方最低会回踩到258，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259附近，这是回档。那如果同样的走势，如果股价最低回踩到了249，在这个位置，那收盘会收在250附近。那我们给的2个点位是259，或者是收盘在250。那么它们共同的条件是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高于26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叫做回档或者是反转向下。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2月2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